你们说，如果一个行业在6年里至少要花掉5.3万亿美金，这到底是颠覆行业的超级周期呢，还是泡沫呢？高盛预计2025年到2030年，企业在 AI 基础建设上资本支出最少将达到5.3万亿美金啊。5.3万亿美金什么概念？全球所有国家2年的军费总和啊。2000年互联网泡沫，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在顶点的时候，也就是6万多亿市值啊。所以说这些云企业，包括甲骨文、微软、Meta 等等，对 AI 的投资是非常夸张的。那这5.3万亿美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其中40%到50%都来自于这些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啊。就比如说 Meta 拿出了它的广告收入，微软拿出了它的软件和云收入等等啊，未来几乎所有的利润都投资到了这个 AI 基础建设中了，因为它是自有现金流嘛，所以投入的这一部分还是相当安全。投资失败，大不了就是这几年没有赚钱嘛。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，剩下的资金就很多依赖于这种私募信贷、债务融资杠杆这种手段啊，而这才是未来暴雷的主要风险点。比如说最典型的公司 AI 独角兽 Coveo，一个英伟达扶持起来买它 GPU 做 AI 云的公司。我们来看看它的资产负债率就知道有多吓人了。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 Q1 财报中显示 Coveo 的总资产是555亿，而总负债是508亿。这也就是它整个公司91%的钱是借的，而借的钱是要还利息，还有还本金有到期日的。因为风险大，它的债券的利息都飙到了10%的高息，市场才愿意借给他钱啊。但是债务不怕大，怕的是钱大量的投入以后，最后发现他赚的少，无法偿还贷款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金融里头有一句话叫做"企业赚的钱跟不上花的速度，扩张越快，那风险就越大"。现在呢，这些企业也无法确定后期在 B 端或者 C 端可以顺利变现啊。就像当年的那个 Meta 搞的元宇宙，投了很多钱，到最后也不赚钱，不了了之了。不过 Meta 当年用的可是他自己的纯自有现金流啊，而现在很多的 AI 独角兽，他们的投资 AI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负债，这个就是最让市场焦虑的点。前2天，像 Meta、Uber、沃尔玛都先后出来开始限制员工使用 token 了，以前这些都是随便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AI 使用成本开始让这些大企业感觉到肉疼了，企业端已经逐渐的开始控制需求了。那如果需求不能通过 token 顺利转嫁到 C 端的话，那么资本开支如果还是增速不减速，那么 AI 泡沫早晚都会爆的，或者是 AI 独角兽掀起的债务危机啊。现在呢，市场对待 AI 泡沫这个问题主要分为两拨人，一拨人站在这个 AI 基础建设产子公司的角度上喊，卖 CPU、GPU、光模块内存，真金白银的赚钱啊，毛利60%，甚至前2天我们可以看到美光财报毛利都飙掉80%了。2028年的产能都已经卖光了，这些公司估值还这么低，他们觉得这哪儿来的泡沫啊？这是一拨人，还有一拨人就站在债务和需求的角度上看，这些企业对 AI 的投资中有大量的负债和债务杠杆啊，而同时需求端 B 端赚的还少，C 端卖 token 也不见起色，未来需求端只要一崩，AI 泡沫债务危机就要来了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有没有泡沫呢？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一些的。我认为绝大多数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革命，几乎必然会引发一轮资本泡沫啊。这是由人类的群体心理和金融资本的逐利本质共同决定的。比如1840年的英国铁路狂热，1846年泡沫破裂啊，中产阶级破产，坏账导致银行倒闭，历时6年泡沫才结束啊。1920年汽车和无线电狂热，无线电公司的股价在几年内翻了数十倍啊，像不像现在的半导体、内存股、闪迪、美光，像不像？直到1929年美股大崩盘，直接引发了大萧条啊，历时9年，泡沫终于结束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离现在比较近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任何公司哪怕没有盈利、没有产品，只要后面加上一个.com，股价就能一天翻倍啊！经济学家卡洛塔·佩罗斯在《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》中提出了技术浪潮4阶段模型啊，由技术爆发期开始，到达狂热泡沫期，然后导致泡沫破裂期，最终真正的普及期。在技术初期，
早期投资者会不断的讲故事啊，放大未来的收益，导致全社会都有那种错失恐惧症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FOMO。然后当人们开始抢赛道的时候，会导致企业资产价值脱离实际营运能力啊，最终会导致崩盘。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让人们产生那种这次不一样的这种幻觉啊，上头了，从而放松了警惕啊。但是我觉得今年 AI 泡沫应该不会破裂。今年市场上流行着一句话，市场会惩罚每一个增加资本开支投资 AI 基础建设的公司啊，比如说像 Meta，比如说像甲骨文，比如说像微软。正是因为市场现在是非常的谨慎和克制，这反而成为了一个安全垫啊。我觉得今年只要下半年最下游的需求端不发生断崖式的遇冷啊，我觉得 AI 泡沫大概率不会在今年如此谨慎的市场中引爆。